守安，你怎么能用买房的钱买发电机呢？还不快听志尧的话，把钱退了！爸，这50万买的不是机器，是我们一家人的命。明天晚上会全城停电，到时候所有的生鲜肉铺都会遭殃。只要能保住货，那就是千载难逢的报复机会。可是志尧他已经走了，这婚要是真离了，你以后怎么办？爸妈，留不住的人就不必强求了。我现在只想保住咱们这个小家，保住咱们的生意。守安，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我和你妈无条件相信你。爸妈，我要贷款和抵押房子，在地下室建造一个巨大冷库用来囤货，这样才能万无一失。什么？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万一不停电，那我们就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爸，我向你保证，一定会停电的，你们相信我。既然你心意已决，那我们也不拦你了。只是这房子是咱们家唯一的根，你可要想清楚。我想清楚了，富贵险中求，这是我们家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了，我一定要把握住。守安，妈信你，你去办吧，家里的事儿有我们撑着。谢谢妈。喂，是苏东冷库工程队吗？我要建一个冷库，越大越好，10倍工钱，明天中午之前必须完工。江守安那个傻子还在折腾他那堆废铁，等我这几百万的货翻倍卖出去，他就只能守着破铜烂铁和西北风了。欢迎各位，今天的和牛全部是空运直达的 A5 和 M9， 品质绝对一流。预定5公斤 A5 眼肉，我要最好的那一块，3公斤干式熟成西冷，要切片的那种。给我来10公斤战斧牛排。大家排好队，都有货，别着急。照这个势头，不出几天就赚回本，不到1个月就能翻倍赚回。江守安那个穷鬼一辈子都赶不上。守安，对面那个宋磊的和牛店开业，全场8折，全城人都去他那儿订货了。你不去抢生意，在这捣鼓什么冷柜？赵主厨，只要停1个小时的电，宋磊那冷冻箱里的和牛不到1小时就得变质，他那几百万的货撑不过今晚。江守安，你是不是中暑了？这大夏天的，电力公司说了供电充足，怎么可能停电？你听我的就对了，你这几天也少囤活货，多备冰块，肯定用得上。我们酒店后天要做高端烧烤晚宴，全城的名流都会来。你这里现在连块像样的肉都拿不出来。赵主厨，你再信我一回，等明天晚上再来，包你能在我这儿买到全城最新鲜的肉。得了，我也不听你吹牛逼了。既然你这里没货，那我就去宋磊那里预定，你好自为之吧。该说的我都说了，既然都不信我，那就等着后悔吧。老板，完工了。冷库建好了，设备也齐了，现在就等今晚停电，成败在此一举。现在该大量囤货了。哟，江老板这是要改行搞批发呀？进这么多卖得出去吗？到时候全烂在店里，看他怎么办。疯了疯了！这天气热成这样，肉放久了不全烂了？我看他是破罐摔了，反正老婆也跑了，干脆把家底都败光算了。今天晚上全城就会大规模断电，我劝你们也提前做好准备，到时候可别怪我没提醒你们。停电？电力局是你家开的？你说停就停啊？就是，我昨天才问过电力公司，人家说今年供电充足，根本不会停电。我看你是被老婆跑了，刺激的精神不正常了，赶紧去医院看看吧。别管他了，等他这批肉全烂了，他就知道自己有多傻了。笑吧，现在笑得越开心，晚上哭得就越惨。守安，万一不停电怎么办？那贷款的那么多钱，我就彻底还不上了。爸妈，你们相信我，今天晚上就会停电。我们能不能彻底翻身，就看今晚了。到时候全城所有的5星级餐馆都只能来我们店里买肉。好，我们再去冷库监督工人往里面搬肉。江守安，只要你现在把机器退了，我就撤回离婚申请。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可要想清楚。自我签了，机器不退，你走吧。江守安，你是不是疯了？你真的要为了这几台破机器毁了这个家？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不信我，我无话可说。既然你选择相信宋磊，那就去跟他过吧。好，你真是好样的！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个窝囊废。宋磊答应让我弟弟进国企编制，还给一套小3区的首付，你这些铁疙瘩能换来什么？只有一身铁锈味儿。我能给你的多了，可惜你不相信我，我也没耐心等你回头。我们好聚好散吧。你简直是个不可理喻的疯子！这辈子就抱着飞碟过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今晚就是我彻底翻身的时刻。来了。宋磊，今天营业额23万，预付款收了80多万，这生意也太好做了。看到了吗？这就是商业头脑。江守安那傻子还在折腾破机器，老子已经日进斗金了。怎么回事？停电了！停电了，居然真的停电了！江守安说的居然是真的。还愣着干嘛？赶紧打电话给机电厂租发电机啊！哦，对，我这就打。喂，机电厂吗？我想租应急发电机。什么？全租出去了？电力局吗？我是和牛店的老板，我们这儿停电了，能不能优先恢复供电？我店里的和牛价值上百万。喂，不，这不是真的。这些肉都已经开始发臭了，再这样下去，整间店都没法带人了。不，花了上百万，怎么能就这么完了？一定有办法的，一定有办法的！你赶紧去隔壁借应急发电机，花多少钱都行，快去！好，我去。有人吗？我要买发电机，多少钱都行。你别白费力气了，全城的发电机早在10分钟前就全部被抢光了，就连我备用的发电机也被人以10倍高价买走了。江守安说的原来都是真的。现在整个城市的高端餐厅都在寻找肉源，而我是唯一一个有店还有肉的人。宋磊，发电机都没了，我们的店彻底完了。不可能！我花了上百万，不可能就这么完了！别挣扎了，断电已经超过5个小时了，所有冰柜都失效，你再怎么补救也没用啊！60万，这一块就60万，我的钱全打水漂了。全部都已经开始发臭了。不会的，不会的！啊！进口腌肉60万，干式熟成西冷40万，战斧牛排40万，至少140万都砸进去了。宋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没了，全没了。银行还有80万贷款，我这辈子都还不上了。怎么会这样？宋老板，我预定的5万块钱和牛打包好了没有啊？什么味道这么臭？这些肉全腐烂变质了。我预定的和牛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些肉全烂了，发臭了。上百万的货全毁了，货没了，那我酒店的烧烤晚宴怎么办？全城有头有脸的名流都会来，你让我上空盘子给他们啊？上百万的货全毁了，一块好肉都没剩下，我也没办法。没办法就想办法，我拿不到货是不会走的。宋老板，我们来取昨天预定的 A5 和牛。什么味儿啊，这么臭！
还取什么和牛啊？肉全臭了！什么？我们昨天每人付了2万块钱定金呢，现在跟我说肉烂了！天啊，这些肉全都腐烂了！我请了3桌客人晚上吃牛排，你给我这种烂肉，我脸往哪搁？不是，是停电了，我也没办法，这属于不可抗力，不是你的错。行，那现在把钱退给我们，6万块，1分不能少。我现在没钱。没钱？你收了那么多定金，跟我说没钱，钱都去哪儿了？钱我都用来订货了，结果一停电，货全烂了，钱全赔光了。我不管你的肉怎么烂的，现在要么给货，要么双倍退钱，你自己看着办吧。对，退钱，现在就退，我的也退。我也要求赔偿双倍，4万块，1分都不能少。够了，都给我闭嘴！你自己不占理，还敢动手？你们不是要退钱吗？行啊，我退给你们。看见了吗？1分钱都没有，银行还有80万贷款，供货方还来催债。你们要我退钱，我上哪儿弄钱给你们？那是你的事儿，收了定金就要给货，给不了货就要退钱，天经地义。就是，你到底把我们的钱弄哪儿去了？弄哪儿去了？进货了，全进货了，140万的货全烂了，你们自己看啊，看见了吗？这就是我的货，140万全部变成了这堆臭肉。小伙子，做人要讲良心，我攒了半年的退休金给孙子买和牛吃，结果钱花了，肉烂了，你怎么说也要把钱退给我。良心？老子现在连饭都吃不起来，跟你讲良心？凭什么？少废话！今天不退钱，老子就拆了你的店！拆啊！你拆啊！反正我这生意也做不下去了，你们想要什么全搬走好了。你们快看，街道对面那家店亮着灯呢。有店，他家有店。肉看着好新鲜，比这堆臭肉强1万倍。走走走，去对面买，还跟这个穷鬼在这耗什么？有新鲜和牛，我全包了。别全包啊，给我留点儿。他们都走了，全去江守安那边了。我又不瞎，不用你提醒。你就这么认了？快想办法把客人都抢回来啊！我想什么办法？我能想什么办法？我现在连发电机都没钱买。那你就这么看着他发横财，看着他从穷鬼变成大老板？那你说怎么办？你倒是给我出个主意啊！江守安的店能运转，全靠那4台发电机。如果发电机坏了，你觉得他还能像现在这么风光吗？你的意思是把发电机？没错，破坏发电机，它的冷柜就停了，肉也会烂掉，到时候大家就又回到同一起跑线了。你说的对，我要让江守安也尝尝破产的滋味。别抢，别抢，我先来的。那块干式熟成西冷是我的，还有新西兰羊排给我留着。江老板，那扇伊巴利亚黑猪肋排我要整扇拿走。清远土鸡给我留3只，挪威三文鱼我要整条，我给你出3倍价格。各位听我说，不用抢，不用哄抬价格，所有肉品按原价出卖。原价？江老板，现在全城就你家有店有肉，你卖原价？对面和牛店100多万的货全烂了，现在物以稀为贵，涨点价天经地义。做生意讲究良心，各位在这个时候还愿意来支持我，感激不尽。今天这肉都原价卖，1分都不多收。现在这么有良心的老板不多见了。江老板真够意思，以后我家餐厅的肉全从你这儿进。我们餐馆的也是。守安，这冷库里的货这样下去，恐怕撑不了3天啊。妈，您放心，我心里有数。这才刚刚开始，全城断电至少持续1周，我的冷库囤了足足1个月的货，够整个城市的高端餐厅消化一阵子了。守安，守安啊！你这里的货这么全又都很新鲜，你简直是我的救命恩人。赵主厨，您要多少？5公斤 A5 和牛眼肉，10公斤干地熟成西冷，再来3公斤战斧牛排，另外还要我们酒店有高端烧烤晚宴，全城有头有脸的名流都会来。没有你的肉，我这老脸可没地方搁呀！夸张了，夸张了，跟我来吧，我给您称肉。打包好了，一共6万8。你按原价给我啊！守安，你这可是在救命，我给你5倍，34万。不用，说好了原价就是原价，1分都不多收。江老板这人能处，关键时刻不趁火打劫。以后我只认江家鲜肉铺，谁也别想让我去别家。江老板，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以后我酒店的肉全从你这儿进。我们也是，以后只认江家。守安，这队伍越来越长了，咱家的货够吗？妈，不用担心货，您和爸年纪大了，可别累着。
累什么累？这叫痛并快乐着。干了半辈子肉铺，头一回生意这么火爆。江老板，我是锦绣大酒店的采购总监，我要20公斤 A5 和牛，50只乳鸽，15条挪威三文鱼。20公斤，你想得美！江老板，我是金茂府餐饮集团的负责人，和牛、羊排、猪肋排、三文鱼，我出双倍价钱，全包了。你什么意思？凡事有个先来后到。现在都什么形势了，还讲先来后到？有钱才能买到肉。两位听我说，我这里现在有个规矩，每人每天限购10公斤，不按规矩来的一律不卖。江老板，我出3倍价钱，您通融一下。我出5倍，10倍也不卖。后面还有那么多客人等着，我不能让他们空手而归。江老板仁义，就是我以后只认江家鲜肉铺。好吧，江老板，那给我来10公斤吧。我也是。好嘞，两位稍等。周安，今天这营业额我数了3遍，愣是没敢相信。38万，一天就卖了38万。爸妈，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只要全城还断电，我们的生意就不会停。奇怪了，怎么了？宋磊和苏之遥一整天都没动静。没动静还不好，省得来闹事儿。宋磊吃了这么大的亏，绝对不可能善罢甘休。苏之遥也不是省油的灯，我得提前做好准备。守安，都等了2个小时了，他们真的会来吗？会来的，我了解宋磊，他不是那种甘心认栽的人。来了，爸妈，准备行动。宋磊，快点，好像有人来了。闭嘴，帮我看着点。等我泼完汽油就立马过来点火。宋磊，完！江守安，你怎么在这儿？我不在这儿，怎么抓你都现实。志尧，快跑！爸，别追了，让他们跑。就这么放他们走了？他们可是来放火的。放心吧，他们的行为摄像头全录下来了。再有下次，我一定报警送他们进去。就这点胆量还敢来搞破坏，真是让人笑掉大牙了。幸亏出来的及时，发电机没有受到损伤。守安，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来？我也只是猜测罢了。妈，防人之心不可无。宋磊那种人走投无路的时候，什么都能做出来，得一直防着。守安，你现在真是长大了，想得比我们都周全。爸妈，从今以后，我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一家人了。我江守安说到做到。江老板，我们餐馆需要50公斤 A5 和牛，20公斤羊排，30只乳鸽，10条三文鱼，我出5倍价格。张老板，我是4季酒店的，我们出6倍，只要您能保证每天的供应量。我出7倍。我今天只有这么多货，和牛、羊肋排、三文鱼、土鸡，每人限购10公斤，均原价出售。江老板，5倍价钱您都不收，做生意讲的是信誉，不是趁火打劫。各位都是做高端餐饮的，以后合作的日子长着呢。江老板这份格局，以后4季佐店的肉全从您这儿进。我也是，以后只认江家鲜肉铺的肉。守安，货卖完了？对啊，全卖完了。营业额多少？198万。多少？198万，一个上午。对，而且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订单，我们家要发财了。198万，加上前几天的收入，已经300多万了。我们江家要彻底翻身了。江老板，明天我还来，您一定要给我留着货啊！放心，只要发电机还在转，肉就不断供。守安，特大好消息！赵主厨，什么好消息啊？哎，我给你带来了3位5星酒店的总厨，他们昨天尝了我从你这里买的肉，都想跟你谈长期合作。江老板，我是万豪酒店的总厨，您这儿的和牛、羊排、三文鱼品质都是我见过最好。我是景交餐馆的，我们想跟您签1年的供货合同。我是洲际酒店的，价格您说了算。守安，这3位都是我从业20多年认识的老朋友，人品绝对靠得住。您的人品我是信得过的，不用多说。
江老板，我先说，我们万豪酒店每天需要至少20公斤的各色鲜肉，包括和牛、西冷眼肉、羊排、猪肋排、三文鱼，价格您开。我们景郊输球量更大，每天30公斤各色鲜肉，猪肉、羊肉、海鲜全要，但有一个条件，品质必须始终如一。我们直击酒店要求最高，和牛要 A5 级别，三文鱼要挪威进口，羊排要新西兰法式切。只要您能保证品质，价格翻3倍我们都能接受。各位总厨，不管是和牛还是羊排，不管是三文鱼还是土鸡，全部原价。守安，你这人就是太实在了，放着钱不赚，图啥？赵主厨，我不是不赚，是想赚的长久。现在全城断电，我趁机涨价赚了一笔。那等电来了呢？谁还愿意跟我合作？就冲江老板这份远见，合同现在就签。我也签，算我一个。这3家5星酒店的合同，意味着未来每个月至少有上百万的稳定收入。上一世我连房租都交不起，这一世我要让整个城市的高端餐饮都离不开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个好消息忘告诉你了。您说？我认识的还有3家5星级酒店想让我帮着牵线给你谈合作，估计当合作，明天就该登门拜访了。赵主厨，您这是帮了我大忙啊！什么话？是你帮了我的大忙才对。要不是你，我那晚的烧烤晚宴就搞砸了。这份人情，我老赵记一辈子。宋磊，给老子滚出来！出来，别让老子进去揪你。赵哥，再宽限3天，就3天，我肯定凑齐钱。3天？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20万货款，8万押金，5万广告费，加起来33万0800。零头我给你秒了，33万。今天拿不出来，就别怪我。我真没钱，140万的货全烂了，银行还欠着80万贷款。我们不管你跟银行什么关系，今天这33万，要么给钱，要么拆店。别，赵哥，道哥，你们听我说，我现在确实拿不出这么多，但我有办法。什么办法？对面江家鲜肉铺，他那生意火爆的不行，一天流水几百万。只要你帮我搞垮他，他那里的货、设备，所有收入我分你们一半。你当我们傻，还想拿我们当枪使？你欠了我们钱，还想拉我们下水？看你活腻的！我错了，赵哥，松手，钱我一定还，一定还。哟，你女人？不是，朋友，就一朋友。我最后宽限你到明天中午12点，到时候如果还拿不出来钱，你这店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搬走抵债。你刚才为什么说我是你朋友？现在什么时候了，你还计较这个？赵哥那些人真能拆了我的店，我得赶紧想辙。宋磊，我问你话呢，别扯开话题。当初你勾搭我的时候怎么说的？有房有车有事业，让我跟你过好日子。现在我跟你了，结果你店黄了，还欠了一屁股债，甚至对外说我是你朋友，你还有良心吗？那你让我怎么办？当着他们的面说我是你男人，让他们连你一起揍。好，那先不说这些，你给我弟弟安排国艺工作的事儿呢，还算不算数？你弟弟？我现在自身都难保了，哪里还管得了你弟弟？这是你当初亲口答应我的，你想反悔？哼，我还答应你我有上百万的货，现在呢？不还是全变成臭肉了？宋磊，你这个骗子！你当初是怎么跟我说的？你说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结果呢？结果就是江守安那个王八蛋走了狗屎运。凭什么他有发电机我没有？凭什么？宋磊，你是个骗子，彻头彻尾的骗子！你去哪儿？不用你管。一个个都他妈看不起我，都他妈觉得我完了是吧？江守安，你以为你赢了？我告诉你，咱俩没完，就算死也要拉你垫背。不好意思，我们已经关门了，领导7点再来吧。苏之遥，你来干什么？守安，我能跟你谈谈吗？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谈的。守安，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不相信你，不该跟宋磊走。可那时候我真的是被他骗了，他说能给我好日子，我一时昏了头才。守安，我们结婚10年了，10年，你难道一点也不念旧情吗？我记得我们刚开店的时候，你跟我说，只要2个人一起努力，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同样，我也记得你走的那天，你说我穷酸，说我窝囊，说我身上只有铁锈味。我那时候说的都是气话，我不是真的那么想的。气话？那你和我离婚跟宋伟跑了也是气话。你为了弟弟的工作，为了房子首付，当着我的面数落我没出息，也是气话。你敢说这些都只是气话吗？你这女人还有脸来！妈，我知道我对不起守安，对不起你们，我只是想来看看你们。别叫我妈，我担不起。当初你当着全街坊邻居的面骂我儿子窝囊废的时候，怎么不想想今天？现在看到我们日子好过了，所以特地跑来装可怜的是吧？不是的，妈，不是这样的，我是真的后悔了。后悔？如果我儿子没有赚大钱，我看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后悔。妈，别跟他多说了。苏之遥，你走吧。从你签下离婚协议的那天起，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我不走，我们真的就没有复婚的可能了吗？没有，苏之遥，你现在过得怎么样都跟我无关。以后我过得好不好，也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江守安，你真就这么绝情？我们做了10年夫妻，你说放下就放下。先放手的人是你，是你在我最难的时候选择了别人，是你在我最需要信任的时候骂我窝囊。我们已经回不到当初，我也不想回去。门在那儿，慢走不送。你心里真的没有我了吗？没有。儿子，你做的对，那种女人不值得心疼。妈，你放心，我的路只往前看。曾经抛弃过我的人，我一个都不会心软。你去哪儿了？为什么一晚上没回来？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去找江守安了是不是？回答我！是又怎么样？你这个贱人，老子落难了你就去投奔前任，还要不要脸？嘴巴放干净点，你自己没出息还好意思怪我？我没出息，要不是你当初在我耳边吹风，我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我吹风？宋磊，你做人要讲良心。当初是谁主动勾搭我的？是谁答应给我弟弟安排工作的？你现在给我翻旧账是吧？好，我告诉你，你弟弟工作的事从来就是骗你的。我一个开肉店的，哪来的本事安排国企工作？说什么？我说我从一开始就是骗你的，这个蠢女人，我说什么你都信。宋磊，你这个王八蛋，我跟你拼了！你敢打我？打你怎么了？老子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还怕什么？要不是你天天在我耳边说江守安怎么窝囊，怎么没用，我能去招惹他，我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我让你去招惹他的，宋磊，你摸着你的良心说，是谁先在我店里递名片的？是谁天天发微信说只要你值得更好的？是谁开着新车在我店门口转了3天，就为了让我看见？那又怎样？我给了你机会，你情我愿的事儿，现在全怪我了。宋磊，你说的对，我是贪，我贪你嘴上说的好日子，贪你给我弟弟画的大饼。可你呢？你从头到尾就只有张嘴皮子，房子是租的，车子是贷款买的，连店里那几块招牌和牛都是赊账来的。你他妈闭嘴！我偏不闭嘴！你这个骗子，窝囊废！你连江守安一根手指头都比不上，至少他踏踏实实干了10年。你呢？你除了吹牛还会什么？再骂一句试试。我骂了，怎么了？你也就只会冲女人发脾气了，有本事把讨债的人打一顿啊！是，我他妈就是窝囊。我要是真能狠下心，就该在停电那天晚上把江守安的店一把火烧了。宋老板，钱准备好没有？宋老板，你这店都快成垃圾场了，还做不做生意了？赵哥，不是说好了再宽限几天吗？哼，宽限？昨天给你宽限到今天，今天你还想宽限到明天？宋磊，你当我赵三是开慈善堂的？33万，1分都不少。今天是最后期限，拿钱。三位爷，我真的拿不出来。你们也看到了，我这店已经废了，货全烂了，客人都跑对面去了，我现在连电费都交不起。
少废话，快点把钱拿出来！我真的没钱呀！你们就算把我打死，我也变不出33万啊！我看你俩昨天晚上睡得挺踏实，要不让你女人帮你还点儿？他也没钱，他就一小跟班，身上啥也没有。他就是想跟我撇清关系，这个窝囊废。行，没钱是吧？没钱就用东西抵，搬，能搬走的全搬走。连包烟钱都凑不出来，穷成这样了还敢开肉店？黄哥，别拆空调，这是我租的店面，拆了房东要找我要钱的。滚！谁找你要钱，你求谁去。这个还能用，回头刷点钱出来。赵哥，求你了，给我留条活路吧！那 POS 机是我抵押了身份证租的，没了它，我连最后一点翻本的机会都没了。翻本？你拿什么翻本？你上百万的货都烂了，银行催债的马上就到。宋磊，你翻不了身了，认命吧。赵哥，能拆的都拆了，就剩墙上几张海报和地上那堆臭肉了，要不要也搬走？臭肉留着喂苍蝇吧。宋磊，我今天给你留个底，这些东西加起来顶多值个5万8万，剩下的25万你欠着我，跑不了。我知道了，我给你1个月，凑不齐剩下的钱，下次就不是搬东西了，我搬你身上零件，懂了吗？黄毛，老爸，走了。笑话看够了吗？宋磊，你活该！你说什么？我说你活该！你骗我的时候，骗客人的时候，骗供货商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宋志尧，你有没有良心？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不全是因为你吗？宋磊，你就是个只会嘴上逞能的废物，出了事就全往女人身上推，算个屁的男人！我找死！你再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房子没了，钱没了，男人也没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你要不要试试看谁更狠？我走了，你这破店，你这个人，从此跟我苏之遥没有半点关系。你还想着江守安呢？他是不会要你的。我去哪儿都行，就是不会再跟你待在一个屋檐下了。这辈子我最后悔的事就是信了你的鬼话，亲手把好日子推开了。宋磊啊，宋磊，你也有今天。不，我不能就这样认输。我宋磊不是那么容易被打倒的。江守安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你卖的是肉，肉是最容易出问题。只要有人吃了你的肉出了事儿，看谁还敢买。这块眼肉给我来2公斤。好嘞，马上。我要3公斤干式熟成西冷。稍等，我这就切。守安，今天这人比昨天还多啊！妈，您和爸别累着，累了就歇会儿。累什么累？生意好才开心。江老板，这队伍都排了半小时了，能不能快点？不好意思，马上就好。各位别急，货有的是。给我来1只清远土鸡，再来2条挪威三文鱼。好嘞，爸，您给这位客人称鸡，我来切鱼。3斤2两，算您3斤。老爷子够爽快。老板，给我切一小块和牛，就10块钱的。10块钱买和牛，开什么玩笑？后面排队去，别耽误时间，赶着回家做饭呢。大爷，10块钱确实买不了和牛，这样我送您1块五花肉，拿回去炖着吃。我不要五花肉，我就要和牛。我攒了半个月的钱，就想尝尝和牛是什么味儿。行，我给您切一小块眼肉边角料，不要钱，送您了，拿好，回去炖着吃，别生吃。谢谢老板。等会儿我来店门口一躺，宋磊答应我的1万块钱就到手了，这钱真好赚。疼死我了，疼死我了！天啊，这大爷好好的，怎么突然倒地上了？是不是天太热中暑了？你看他捂着肚子大喊大叫，不像是单纯中暑，看着怪吓人的。疼死我了，我要死了！我上午在这儿买的和牛，
回家吃了就上吐下泻，现在肚子像刀绞一样。中毒？真的假的？不会吧？我今早还在他家订了羊排，晚上打算请客。要是肉有毒，那可怎么办？就是他家的肉有问题，我吃了就成这样。别买，大家都别买！张老板，你快出来看看，出事儿了！人都躺地上了，是不是肉真有问题？大家别慌，先弄清楚情况。还弄清楚什么？人都吐成这样了。是他，上午那个买不起肉的老大爷。还以为这就是个吃不起肉的老人家，没想到竟然是来碰瓷儿的。我要死了！这肉有毒，我要死了！这肉肯定有问题，你看人都吃成这样了。我刚才还买了3斤羊排，现在想想都后怕。别慌，我先录像留证据。上午那副可人像是演给我看的，现在这副死相是演给别人看的。有这演技不去当演员，真是可惜了。大家先别慌，听我说一句。哎呦，疼死我了！你这黑心老板卖毒肉！爸，麻烦您去隔壁药店买2盒催油剂回来。好，我这就去。各位，我江守安的店开了10年，肉品来源每一批都有检疫证明，而且我店里装了高清监控，从进货到切割，每一个环节都有录像。监控？什么监控？宋磊没说有监控啊！不管了，戏已经演到这份上了，只能继续装下去了。哎呦，疼死我了！啊哈哈哈哈！这大爷听到监控就慌了，果然是装的。如果今天这位大爷吃了我的肉，真的出了事，我江守安答应承担他全部医疗费，并赔偿100万。江老板，这话可不能乱说。就是，万一真是你肉的问题怎么办？100万可不是小数目啊！我既然敢说就敢认，但是在赔偿之前，我得先搞清楚一件事。这位大爷，您能复述一遍，您是在什么时候花了多少钱从我这儿买的哪一块肉吗？我上午10点买的，花了我半个月的退休金，整整10块钱。10块钱买和牛，这老头真敢说。就是谎话张口就来，也不怕闪了舌头。就是只花了10块，你们管我怎么买到的呢？究竟这块和牛是怎么来的？大家请看这段监控视频。行，我给您切一小块眼肉边角料，不要钱，送您了。拿好，回去炖着吃，别生吃。谢谢老板。原来是这样，真是幸福。究竟这块和牛是怎么来的？大家请看这段监控视频。行，我给您切一小块眼肉边角料，不要钱，送您了。拿好，回去炖着吃，别生吃。谢谢老板。这不就是刚才那位大爷吗？对啊，视频里听得清清楚楚。江老板说不要钱，送给他尝尝味。大爷，我上午明明是把这块和牛边角粒送您，您怎么说是花10块钱买的呢？那可能是我记错了，但我肚子疼是真的，就是吃了你的肉疼的。妈刚才在街对面把你跟他的对话全录下来了。麻烦您帮我检查一下这个大爷到底是不是吃了我的肉，食物中毒了。没问题，别动，量血压。我就是肚子不舒服，可能是中暑了。对，中暑了，不用检查了。这老头我认识，前天还看见他在对面宋磊的和牛店门口跟宋磊说话呢。宋磊就是对面那个肉全烂了的黑心老板。宋磊就是对面那个肉全烂了的黑心老板。你们是一伙的？这老头也太缺德了，为了钱什么脏活都接。想跑？污蔑完江老板就想跑啊？想得美！给江老板道歉，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江老板，你还要送他肉啊？老人家不容易，生活有困难可以理解，但不要被人当枪使，到最后只会害了你自己。江老板，我对不起你。是宋磊，他昨天来找我说，只要我到你店门口躺一下，演个中毒，他就给我1万块钱。我鬼迷心窍了，实在是对不住。走吧，以后别再做这种事儿了。日子再难，也要堂堂正正活着。我知道了，江老板，谢谢你。江老板仁义，以后我只认江家鲜肉铺。守安，你今天这事儿处理的真是冒险，爸在旁边看着都替你捏了把汗。万一那老头死不认账怎么办？爸，咱们店里高清监控装了3年了，他自己演的漏洞百出，想栽赃也没那么容易。守安，赵大厨刚发来消息，他说把你今天的事写成短文发到本地餐饮圈的大群里了，好几百人都看见了。守安，你可真行啊！
你是不知道我那短文一发出去，群里瞬间炸了，几十个餐饮同行都在底下给你点赞，说你是大格局。赵主厨，我就是做了该做的事儿而已，让您看笑话了。这哪是什么笑话，这是人品。是啊，我本来还想报警的，守安说算了，给老人家留条活路。你想想，这年头做生意不怕货不好，就怕人心歪。你今天这手宽严并济，既没让碰瓷的得逞，又给足了那老头体面，你在群里那口碑直接爆了。好几个之前还在观望的餐厅老板都在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呢。赵主厨，说实话，我现在最担心的反而不是生意不够多，而是我的产能能不能跟上。你也看到了，这冷库虽然够大，但要是订单量再翻倍，凭我目前的几个人手和库存，可能就要捉襟见肘了。居安思危，好，这才是一个能做大生意的人该有的脑子。宋磊那种人，就算再给他1万次机会，也学不会你这格局。赵主厨，过奖了。喂，江老板，听说你经营出了大问题，马上就要倒闭了。你要是有事得早说啊，我这边给你供的货可都是走账期的。陈哥，谁跟您说的？我这边生意好得很，货走得比平时还快，怎么可能倒闭？你别糊弄我，这个消息可是你们街对面那个和牛店的宋老板特意跑到了我公司来说的。他都说什么了？说你自链断了，还说你得罪了大客户，马上要破产清盘了，让我赶紧给你断。宋磊眼看断不了我的客源，竟然开始动我的货源了，真是阴魂不散。陈哥，咱们合作也快3年了，我江守安什么时候欠过你1分钱？这样，今天下午我带齐所有凭证，亲自去您公司找您面谈，咱们得当面把事情掰扯清楚，怎么样？好，我就在办公室等你，别迟到了。行。爸妈，赵主厨，我去趟供应商那里处理点事，天黑前回来。好，路上小心。宋磊，你以为我只有一家店和一颗脑袋吗？你想断我的后路，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步步为营。坐。陈哥，这是我这3天的全部经营数据，每一笔都有银行入账记录可查。您看看，这样的流水，像是一个即将破产的人能拿出来的吗？3天赚了300多万，还不算今天上午的。等下午收摊，我估计还能再进账大几10万。你小子现在这么厉害了，还真是让我刮目相看。陈哥，咱们合作这么久了，您是看着我一步步把这家店做起来的。这话说的倒是没错，所以呢？宋磊那家店上周大面积停电，他100多万的货全烂在冰柜里，现在已经破产了。破产了？他竟然连这件事都没跟我说。他就是见不得我好，想把我的供应商也搅浑，拉我一起下水而已。陈总，这数据真实度很高，银行到账时间也对得上。守安啊，今天上午宋伟来的时候，我确实差点被他那一通胡说八道给带偏了。但你也别怪老哥多想，做我们这行的最怕就是货发出去收不回钱。陈哥，我理解您，所以我今天不光是来跟您解释的，我是来跟您谈一份新合同。未来1年，我江家鲜肉铺所有冻品只从您这一家进货，我当场预付30%的定金，这个条件够不够成？守安啊，好小子，是陈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这份合同我现在就签。张姐，冰柜撑不住了。可不是嘛，我们这街尾的电压本来就弱，大停电之后一直靠小发电机撑着，再这么下去，我这一冰柜的鲜菜全得扔。守安，你命好，早买了几台大家伙。我们这些小本生意的，一台小发电机5、6千都舍不得换，哪盯得起这么耗？张姐、老李、小杨，我有个想法，我那4台50千瓦的发电机，目前用电量大概只占了总负荷的60%，我可以拉一条临时线路出来，每天固定时段共享给你们用。你们该用冰柜用冰柜，该冷藏冷藏，电费我只收个成本价，每户1天50块，你们觉得怎么样？50块？我们家那小发电机一天烧油都不止这个数。守安，你说真的？可这50块连你机器造消费都不够吧？都是街坊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平时你们也没少照顾我生意，现在难处到了，我不能自己吃饱了，让你们饿着。江哥，我都以为我这水果摊撑不过这个礼拜了。你要是真能拉电过来，我做牛做马都记你的好。别做牛做马，把水果卖好，以后多送我几个西瓜就行。没问题，以后水果管够。
守安，你这账算得明明白白的，我们没二话。今晚回去就把电线拉出来，明早我们冰柜就能转起来。守安，你今天这个举动，不是帮了我们一家，是帮了我们整条街的烟火气啊！等这阵子过了，我们这几个店轮流请你吃饭。守安，你今天做的这件事儿，比赚100万还让妈高兴。妈，这不是应该的吗？一家好不算好，整条街都好才是真的好。守安，你长大了，爸以前还总担心你年轻气盛，不懂人情世故，现在看，你比爸当年强了10倍不止。今天这一步，其实比赚多少钱都值，因为从今天起，我不再是这条街上的一个孤立者，我是这条街的守护者。守安，这位是周明传周总，咱们是川味人家连锁餐饮的老板，全省30几家店，全是做中高端川菜的。这么大的老板能看上我这小店吗？他看了我在群里发的那篇短文之后，主动联系我，怎么说也要跟你见一面。明白了。周总您好，小店简陋，您随意看。江老板，你比我想象的年轻得多，真是年少有为啊！周总才是真正的年少有为，我可比不了。我做了20年餐饮，很少见到一个年轻人有这样的定力和远见。不错，周总过奖了，我也就是运气好，提前做了些准备。这可不是运气，这叫系统性思维。周总今天来不会是特地跟我说客套话的吧？有话直说就好了。其实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份长期战略合作协议的。我旗下有37家店，遍布全省，每家店每天需要不低于15公斤的高品质肉类，我想全部交给你来供应。如果我签了这份合同，那就意味着我的生意将从一家店的买卖直接跃上到一个城市的供应链。可是我真的能胜任吗？周总，首先谢谢您的信任，但在谈具体条款之前，我得先跟您说明一件事儿。以我目前的库存和发电机配置，满足您37家店的日需量还差得很远，恕我不能签字。小子没有立刻接下协议，反而先坦白自己的短板，怪不得那么多人都愿意跟他合作。说说你的想法。周总，我的冷库目前最大库存大概是200立方米，满足您37家店的日需量，至少需要将这个数字翻3倍。同时，我还需要增加至少6台备用发电机，以及1辆冷链运输车，保证即使在断电持续的情况下，也能完成跨区配送。这些我都考虑过，你估算一下，达到这个配置需要多少投入？不含冷链车，光库存扩容和设备升级，大概需要350万到400万。如果加上运输车辆和第一批周转泵款，可能要到500万。我给你600万，占你这家新公司40%的股份，运营权全部归你。另外，我旗下的物流网络可以分一条支线出来给你做冷链配送，3年内不收租金，怎么样？周总，这份合作我接了，但我有一个条件。你说。我的新冷客和备用能源体系要建在我指定的位置，而且必须由我自己选材施工。为什么？我要确保在未来任何突发状况下，无论断电、水灾还是其他极端情况，这套系统都能独立运转至少15天。这会不会有点太钻牛角尖了？这不是钻牛角尖，这是我用一辈子的教训换来的习惯。就按你说的办。3天净利润390万零8千，加上之前的198万，目前账面能动用的资金大概在550万左右。爸妈，我打算把这3天赚的钱全部投进去，扩建冷库，增加发电机，另外在外面租个仓库做第2备用冷库。全投进去？守安，这可是几百万啊，万一店很快就来了呢？你妈说的对，要不要留点流动资金？万一有个意外，咱们手上不能一点钱都没有。爸妈，我算过了，全城大停电至少要持续7到10天，现在才过了一半，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如果不趁现在扩大产能，等电来了，咱们就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听孩子的吧，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儿。行，妈信你，但你得答应我，别把自己累垮了。妈，我身体好着呢。陈队长吗？上次那个冷库你们做得很满意，我现在要扩容，还要在外围租个仓库做第2个备用冷库，今天就要开工，钱不是问题。他凭什么？凭什么过得这么好？我不能就这么认输。我得让所有人都知道，他江守安就是个趁火打劫的小人。江守安趁全城停电囤积居奇，发国难财，哄抬物价。对，就这样写，让网上那些人骂死他。江老板，您这要求比国家标准还高出一大截啊！这墙都快赶上银行金库了。肉比钱还金贵，钱没了能再赚，肉坏了就真没了。
必须万无一失。守安，歇会儿，别一直站着。守安，你过来看看这个。妈，别担心，这种帖子一看就是有人故意黑的，是宋磊吧？除了他，没别人这么恨咱们。爸妈，我认识一个美食博主，叫老图阿福，粉丝好几十万，说话也公道。我想请他到咱们店里来实地拍一期视频，从进货到切割到销售全程公开，让大家亲眼看看咱们是怎么做生意的。这个主意好，让大家都知道咱卖的都是良心肉。我这就联系赵主厨帮忙牵个线，他和阿福认识。阿福，这位就是江守安江老板，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实在人。江老板，赵哥把你的事儿都跟我说了，今天我带团队来，把你店里里外外拍个遍，让那些造谣的人看看什么叫真材实料。阿福老师，您随便拍，我没有任何保留，从进货渠道到冷库温度，您想看的我都给您看。各位老坛们，今天阿福来到了一家备受关注的小肉铺，有人说他发国难财，但阿福要带你们亲眼看看真相到底是什么。江老板，今天我们能看看您的冷库吗？当然可以，跟我来。大家看，冷库温度始终稳定在零下18度到零下20度之间，湿度控制在60%到65%，这是最适合肉类长期储存的环境。各位，零下18度，这个温度可不是随便什么冷库都能稳定维持的，尤其是在全程断电的情况下。这是 A5级和牛，大家可以看纹理，雪花分布均匀，颜色鲜红，没有任何氧化发黑的迹象。我做了10几年美食博主，好肉坏肉一闻就知道，这肉是顶级货色，而且完全没有任何变质的味道。看这个冷库，零下18。江老板，阿福那视频我看3遍了，你们家冷库比5星酒店都专业。您过奖了，我们也就是把该做的事儿做扎实了。阿福那视频今天早上破了50万播放量了，底下评论全是夸你的，说你是良心商家，生鲜界的一股清流。多亏了您牵线，改天请您吃饭。你请我的次数还少吗？以后别跟我客气了。良心商家，他江守安配吗？宋老板，1个月期限到了，钱呢？赵哥，再宽限2天吧，我再想办法了。给我打！不要！看够了就走吧。宋磊，别再让我更恶心你了。从头开始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就这破玩意儿也想挡住老子？谁？宋磊，我知道是你。你别过来！宋磊，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不要再有下次了。宋磊啊，宋磊，你他妈就是条丧家犬！没了，全没了，什么都没了。走吧，是时候离开了。小苏干得不错啊！今天中午那2桌客人都夸菜干净呢。老板，我把菜洗了3遍才切的，保证干净。我看你是个踏实人。这样吧，试用期过了，从明天开始正式录用你，工资涨到3500。
谢谢老板。姐，我工作的事儿到底什么时候能定？你不是说那个开和牛店的宋磊能帮我安排国企吗？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宋磊已经破产了。好了，国企的事儿是骗你。骗我的？那你当初信誓旦旦跟我说有门路。我为了你把我10年的婚姻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我为了你那个所谓的工作说了多少伤害你姐夫的话？那你也不能全怪我呀。从现在开始，你自己管你自己吧，我帮不了你了。万丰冷链的陆明，那可是咱们市生鲜供应界的太子爷啊！全城70%高端餐厅的货都走他家的冷链。陆明这人怎么样？表面功夫做得好，礼数周全，说话滴水不漏，但骨子里是个狠角色。他父亲陆万丰打下的江山交到他手上，这2年吞并了好几家小供应商。看来不是简单的谈合作。江老板，我是陆明，百闻不如一见。陆总客气了，小店简陋，见笑了。江老板这布局确实是用了心思的。江老板，我直说了吧，万丰冷链想收购你的肉铺和冷库体系，整体打包，我出这个数，500万。陆总出手大方，500万现金一次性结清。而且你可以继续担任这家店的运营负责人，我给你开年薪50万，加上业绩分红，这样你既拿了钱，又保留了工作，算是双赢吧。陆总，感谢您看得起我，但我不能卖，我可以加价，不是钱的问题。这间肉铺是我爸妈守了10年的心血，这里每一块砖，每一台冷柜，都是我和家人一起打拼出来的，对我来说不是一门生意，是命。江老板是重情义的人，我理解。不过，商场如战场，重情义是好事，但有时候也会变成软肋。江老板，我们后会有期。陆明，你这句话我会记住的。不过我江守安的软肋从来不是情义，而是不守情义的人。守安，刚刚老周打电话来说，这周开始不给我们供货了。老周，他干了快5年了，怎么突然断供？他说是万丰那边有人给他打了招呼，说如果继续给你供货，万丰就要停掉他的其他生意，他顶不住压力。还有谁停了？老李的冷冻海鲜也停了，理由一样，万丰在供应商圈子里放了话，让他们2选1。爸，您别急，我早有准备。这位王厂长是退伍军人，他家的基地规模比老周大得多，肉质也好，而且他跟万丰一直有旧怨，不会受万丰下手。你什么时候认识的这位王厂长？去年在一次行业交流会上认识的，当时留了个心，没想到这么快就用上了。王厂长，我是江守安，江家鲜肉铺的，我想明天亲自去您基地拜访一趟，有笔大生意想跟您当面谈。江老板，欢迎欢迎，一路开车过来辛苦了。王厂长，久仰您基地生态养殖的口碑，今天特地驱车过来，冒昧打扰，主要是想和您洽谈一份长期生鲜供货合作协议。合作的事儿不急，你先坐下喝口水缓一缓，把最近城里生鲜行业、万丰冷链针对你的所有事儿完整跟我说一遍。没问题，我全部如实跟您说明情况。万丰陆家我们算是老熟人，早年我主动上门洽谈供货合作，对方觉得我机体量达不到他们的标准，全程态度傲慢，丝毫没有洽谈诚意，最后合作直接搁置。江老板，我这里的猪牛羊全是生态散养，肉质比那些速成的强10倍，只是这些年一直缺个稳定的大客户，我这边可以优先给你安排一批现货试供，不收定金，你拉回店里检测售卖，确认肉质供货时效全部达标，我们再拟定正式长期供货合同。王厂长愿意在这种时候出手帮我，这份人情我牢牢记住，后续合作我一定踏实长久经营，不辜负您的信任。守安，这批肉一看就是好东西，纹理、色泽、脂肪分布都比老周家的上了一个档次。赵主厨，您帮我长长眼，看能不能上您酒店的菜单。这肉质比我上次从澳洲进的那批都不差。守安，
你这是挖到宝了。陆总，江守安的新供应商是隔壁市兴隆基地的王建国，我们之前跟那家基地有过节，不太好施压。那就换条路走。他在厨师圈的关系不是靠赵德全吗？你去放出风声，就说江守安的肉源不稳定，供应会断，让那些厨师自己掂量。明白了。江守安，你以为换了个供应商就能高枕无忧了？我要让你知道，在这座城市的生鲜供应链上，谁说了才算。赵师傅，今天请您来是想跟您聊聊江守安的事。陆总，有话直说吧。最近有风声说江守安的货源断了，靠一家隔壁市的小基地撑着，品质能不能稳定还两说。赵主厨的酒店是高端定位，万一食材出了岔子，影响到您多年攒下的口碑，那多不值当。陆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我老赵干厨师30年，尝过的肉比陆总见过的人都多。江守安现在的货是好是坏，我一张嘴就知道。这样吧，您要是信不过我这张嘴，明天中午我亲自做一桌菜，请您来尝尝，用的全是江守安铺子里的肉。好，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陆总，3道菜品全部使用江家鲜肉铺供应的原料，您可以品鉴一下。入口油脂分布均匀，肉嫩无腥，肉质确实很好。陆总，我从事高端餐饮厨师行业整整30年，接手品鉴过不计其数的生鲜原料，能分辨食材品质高低，靠的就是多年积累的食材判断力。江守安这边供应的肉类品质稳定，货源可靠，长期合作完全没有问题。江老板，能拿到稳定优质货源，你运气确实不错。陆总，突发机遇带来的运气只能支撑一时，长久经营依靠的永远是货真价实的货品与靠谱的供应链。宋磊，陆总让我来找你。陆总找我什么事儿？陆总给你一个任务，去查江守安的冷库有没有违规操作，这是他预付的定金。我进不去他的冷库，他那里的安保比以前严多了。那就另想办法，买通他新招的人也行。陆总只认结果。江老板，您看看这个。小刘，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你别管了，我会处理。你今天做的很对，以后这种事直接跟我说就行。另外，今天的工钱我多给你算3倍。江老板，您这么厚道，我肯定不能做对不起您的事儿。守安，你看对面万丰直接在你门口摆摊了，价格我看了一眼，比咱们便宜3成。守安，今天上午客人明显少了，都跑对面去了。爸妈别急，万丰的肉是普通冷链运过来的，放在常温摊位上卖。今天天气30多度，那些肉撑不过半天就出问题。咱们不跟价格战，咱们把服务做细，从明天开始推出会员制，老客户只要预存5000块，就可以享受免费定制化分割服务，切多厚、切多薄，要什么部位，全部按照要求精细处理。可是那些图便宜的新客人怎么办？爸，咱们做的是品质生意，不是流量生意。那些图便宜的人，等吃过万丰的肉就知道区别了。江老板，我看门口贴了新的会员活动，是不是只要预存5000元，店内所有肉类都能按照自己想要的厚度免费定制分割？没错，您理解的完全正确。这块羊排是今早老客户李先生提前预定的，他特意要求统一2厘米厚度，后厨全部按照客户个人需求精细分割，全程不额外收取加工费。这也太合我心意了！家里孩子每次烤牛排、烤羊排都嫌厚薄不一，烤出来口感差别大。这个会员我现在就办理。
江老板，我经常采购西冷牛排，也需要定制切割，会员名额算我一个，现在就能登记吗？我家里聚餐需求量大，每次都要分不同厚度，办理会员能省去不少麻烦，我也要办卡登记。江老板，我刚才绕到街对面简单查看了一遍，他们露天摊位摆放的生鲜肉类表层已经大面积渗出水珠，现在室外气温居高不下，在露天摆放2个小时，这批肉就会氧化变质，完全无法售卖。知道了，去忙吧。守安，忙活一上午对账，账目核算清楚了，这周整体经营情况怎么样？爸，这一周虽然客流没增加太多，但会员办了60多个，平均每个会员预存了8000块，光这一块就进了将近50万的现金流。60多个人，每人都预存8000，这么多客户愿意信任咱们。而且这些会员都是我们的核心客户，每周至少来2、3次，买的都是高端货，客单价高，复购率高。那对面万丰呢？他们的价格战撑不了多久，这种天气，他们每天要损耗至少2成的肉，赔本赚冤好。我算过，他们每天净亏至少2、3万。而且我听说电力快恢复了，等电一来，全城的肉铺都能正常营业，价格战就彻底没意义了。陆总，价格战这一周的累计亏损已经超过20万。加上配送损耗，实际亏损接近30万。江守安那边客流减少了多少？高峰期少了大概30%，但他的老客户流失率很低，而且他最近推出了会员制，预存款收了不少，现金流反而更稳了。陆总，还有一个消息，电力局那边刚发通知，全市电网修复基本完成，预计3天后全面恢复供电。3天吗？把临时直销点撤了吧，再开下去没有意义了。江守安，你这是算准了我会耗不起啊！我停电那阵子在别家买的肉，拿回去没半天就出水了，还是江老板这里的肉新鲜，放冰箱2、3天都不变色，可不是嘛？我停那几天买了好几家肉铺的货，就江老板的最稳当，以后就认他家了。店来了，但口碑已经种下了，这一局我稳了。江老板，这次请你来不做生意，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你当时是怎么预判到会全城停电的？陆总，如果我说是直觉，您信吗？我信。商业场上有些人就是有这种直觉，但这直觉的背后一定是大量的观察和积累。这一局我输了，输在低估了你的准备和定力，但我不觉得丢人，反而让我看清楚了一件事：这座城市的高端生鲜市场有江老板这么一个人，我陆明也高兴。以后我们公平竞争。我从来不怕竞争。谁？任务取消，你什么也没查到，定金要收回一半。什么？我都已经找好人了，就差1步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一定把事情办成。陆总说了，计划有变，江守安的事到此为止。这1万是剩下的定金，你留着吧。4万块，我宋磊这辈子就值4万块。宋磊，你输了，输得干干净净。走了也好。小苏，今天中午翻台率比上个月高了快1倍，你这后厨功不可没。老板，您教的好，我刚来的时候连菜都认不全。下个月开始给你升后厨主管，工资再加1000。谢谢老板。各有各的路。
守安，今天送货的时候是不是碰见什么人了？碰见苏之遥了，他在餐馆打工，看着挺好的。他走了自己的路，你也走了你的路，都是好路。妈不拦着你念旧情，但妈只告诉你一句话：抬头往前看。妈，我知道，我现在心里很踏实，没什么放不下的。守安，街口张姐送来的西瓜，说感谢你共享店的事儿。她还说整条街的商户都商量好了，以后咱家肉铺有什么难处，大家一定都帮。这条街的灯火一盏一盏都是我自己点亮的，和从前不一样了。守安，你要开分店了？我在城南看好了一个铺面，比现在这个大1倍，有独立的停车场和卸货区，非常适合做品牌旗舰店。开分店会不会太快了？咱们现在虽然赚了些钱，但毕竟根基还没完全稳。妈，品牌这东西越早立起来越值钱。我现在有了稳定的供应链，兴隆基地的王厂长已经和我签了3年长合同，有了口碑和会员基础，只要复制标准，第2家店很快就能盈利。守安，你那分店开业的时候，我肯定把能叫得动的大厨全叫来撑场上。既然想好了，就去做吧。守安，你看这排场比你当初那间小店气派多了。一间铺子是活计，一个品牌是根脉，我江守安终于把根扎深了。守安，歇会儿吧，汤趁热喝。妈，您坐会儿。儿子，你还记得几个月前咱们在那间小店里是什么光景吗？记得，什么都记得。那时候我以为自己这辈子完了。现在呢？现在我心里有底了。上一世跳下去的时候，什么都没抓住。这一世，我把能抓的都抓稳了，活着真好。江哥，头茶麒麟瓜特意给你留的，谢了。你水果摊最近怎么样？回头客越来越多，我爸我妈都来帮忙了。守安，今晚包韭菜盒子，给你送一盘。守安，你现在是这条街的主心骨了。当初你拉那根电线，不光拉了电，还拉了整条街的心气儿。重生之前，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赚钱。重生之后才明白，要紧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光亮，有光就有路。小苏，这个月工资加季度奖金多出来的2000是你应得的。下个月我开分店，后厨主管还是你的，工资再涨1000。老板，谢谢您，但我想攒点钱，等稳一稳，自己开个小店。有志气，到时候开店我去捧场。日子破过，路也断过，但只要还能动，就总能重新迈出脚。江守安，希望你也好好的。路过看看你这旗舰店，听说你那手册要报商务局当范本了。八字没一撇，只是试试。江守安，万丰冷苑新开了一个应急品质保障项目，我想请你当顾问，不收购不控股，纯合作，你愿意吗？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输了也不丢人的人，这份合作是诚心的。我接。手册写好了发我一份，万红也得学学。知道了。守安，下个月37家店全线供应，靠你了。周总放心，从冷库到运输，每一步都过了3遍检。上一世我跳下去的时候，世界是黑的；这一世我活过来了，世界是亮的。该写的都写了，该做的都做了，剩下的路慢慢走就行。